这个自闭症少女其实是个天才。大厅明明很安静，她却捂着耳朵，因为20米之外脚踩高跟的声音在她耳中响如雷声轰鸣。明明在和朋友聊天，她却突然说267。这时她看到对方领带上的圆点，只一眼就算出圆点共267个。同学们都没发现女孩怪异言行背后是惊人的天赋，反而上课时嘲笑她，下课后用篮球吓她，就连唯一的朋友也因她被骂。直到女孩目睹一场离奇谋杀，用自己的天赋让真相大白天下。这天深夜，女孩在玩手机，惊人的耳力让她听见对面邻居家花瓶碎了。她跑到窗边，惊人的视力又让她看见20米外黑暗的窗前，邻居头套塑料袋，背后是女佣，双手正按着邻居的头。随后各种声响传来，炸在女孩耳中，是一波又一波炮弹轰鸣，女孩惊觉失控，最终邻居窒息而死，女佣成为嫌疑人。可在警局里，女佣却坚称主人是自杀，而自己救人未遂。警方没有找到更有力的杀人证据，但根据自闭症女孩的证词，还是起诉了女佣谋杀。女佣、自闭症儿童，这些吸睛字眼一下把案件顶到风口浪尖，引起全国关注。一个专为财阀服务的律师所也盯上了这起案子，派出金牌律师免费为女佣打官司，借机洗白烂大街的名声。第一次庭审现场，警方请来医学专家论证分析。专家指出，导致老人窒息的塑料袋就是平常用的那种，只要用力撕扯，很容易撕坏。可是他们分析了女佣留在塑料袋上的指纹，根据其形态判断女佣指尖发力，根本没有撕塑料袋的动作。专家还指出，老人年近80，体力弱小，女佣40岁，正值壮年，女佣想要制服老人应该轻而易举。女佣的律师随即反驳，他用一篇论文证明人在极端状态下能爆发惊人的力量，甚至强到掰断指甲，所以强壮的女佣制服不了极端状态下的瘦弱老人是可能的。而写这篇论文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专家写的。律师一击即中后，又拿出一段录像证明死者生前买过丁烷。律师解释，这种气体会引起幻觉，减少死亡痛苦，常被用来自杀，而憋死老人的塑料袋中就存在少量丁烷。这种种证据似乎都在证明老人是自杀的，而女佣无罪。警方节节败退，第一次庭审结束，这下唯一能证明女佣杀人的证据只剩自闭症女孩的口供了。法庭上很安静，可自闭症少女却使劲捂耳朵，像在忍受噪音。警察问她怎么了，她就伸手一指，10米开外的墙上钟针转动的声音好吵，而在众人耳中挂钟明明没有声音啊！顿时一片哄笑。不过为了安抚女孩，还是摘下挂钟。就在电波被卸的瞬间，女孩如释重负，放下了捂耳的手。自闭症女孩展示了惊人的听力天赋，可众人却在质疑自闭症证人可信吗？警察起立，让女孩复述案发经过。少女神情害怕，但表述清清楚楚。甚至在警察追问下，还比划了老人挣扎的样子。警察又追问凶手，女孩准确的描述。女孩甚至做出判断，女佣正在攻击老人，因为她的表情是在狞笑。这下全场震动，女佣杀人似乎确凿无疑。可是女佣的主辩律师出手了，他不怀好意地递给女孩一本书，让她念出书名。女孩照做。律师笑了，又让她念出书中划线的话。자폐스펙트럼장애인의 경우 다른 사람의 생각과 감정을 이해하는데 어려움을 겪는다。一句话比一句话狠，将女孩全盘否定。律师胸有成竹，自闭症女孩根本不能判断女佣是否攻击、狞笑。场上形势瞬间逆转，律师甚至还要让女孩当场识别表情。警察抗议，这是当众羞辱人。可是人命关天，法官判定抗议无效。于是窗帘关闭，屏幕展开，上面是一张表情图，测试开始。律师的副手上前问女孩图是什么表情，副手是女孩朋友，他一下子放松了，说答对了。副手又问怎么判断的，女孩不加思索，第二张表情图，女孩说
因为眼角内缩，嘴角下垂。女孩再次答对，可气氛却越发凝重。很明显，女孩是根据面部特征判断表情，而不是像正常人那样下意识反应。果然，第3张图给女孩挖了陷阱，眼角内缩是哭的特征，嘴角上扬是笑的特征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女孩判断不出来了，胡乱说她在笑。女孩错了。律师副手于心不忍，可还是一字一顿地说，这样心智有障碍的人说话根本不能相信。女孩难过的低下头，对她来说，律师副手是朋友，帮她打跑欺负自己的同学，带她去吃好吃的拉面，每天下午5点陪她猜谜。可从前的好衬得此刻的否定过分残忍，副手心里也不好受，可毕竟是为了查出真相，最终法官判决女佣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可就在此时，律师副手发现了不对劲儿，女佣临走专门看了死者儿子一眼，而死者儿子转头也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有问题。这个男人在数领带上的圆点，数了5分钟才终于数清，共267个。瞬间他呆住了。几天之前，那个自闭症少女仅仅扫了他领带一眼，立刻就说出了267。当时男人觉得女孩胡扯，可原来自闭症少女说对了，这智商得多高啊！男人随即想到，女孩曾在法庭上作证，看见女佣杀死邻居，甚至描述了表情和动作，是不是也是真的？在法庭上时，男人是女佣的辩护律师，并不相信女孩的证词，还以她的自闭症为突破，帮助女佣洗刷了嫌疑。此刻律师动摇了，他决定查出真相，就去找女佣套话，果然发现了破绽。女佣曾说自己没儿子，可被自己一问去哪儿，却说要去看儿子，前后冲突，她撒谎了。而一位邻居也透露了重大线索，女佣曾哭诉她儿子生了重病，需要很多钱。律师瞬间想到买凶杀人，而最有嫌疑的恐怕就是死者儿子。律师沿着这条线索追查，果真发现此前死者儿子遇到财务危机，急需大笔资金，可死者生前爱做慈善，找了基金会要把全部财产捐出去，一分也不留给儿子。可就在签订协议之前离奇死亡，最后全部遗产就由儿子继承了，全对上了。可是作为女佣的辩护律师，职业素养要求他不能损害女佣的利益，哪怕女佣杀了人。很快法院终审开庭，自闭症少女再次作为证人出席。女佣的主辩律师，也就是男人的上司，继续拿自闭症攻击女孩，不能当证人，甚至他近似羞辱地问，女孩低着头不知如何作答。男人抢过了话头，反常和异常并不代表次等。原来男人临场反水，准备赌上职业生涯，说出真相。他拿出一张手帕，让女孩数上面的圆点数，不过1秒，女孩脱口而出256个。律师又把手帕递给法官，过了好几分钟，法官终于数清，真是256个。这下大家开始相信自闭症少女智力超群。男人继续测试，他让最远处的警察用尽可能小的声音自我介绍，大家一点也听不见，可女孩却能立刻复述。포항관리대 소속 법정 경위 김영훈。警察表示一字不差，这下全场震惊，女孩的听力也太厉害了。而这正是律师的目的，证明女孩智力超群，耳力惊人。所以案发当晚，女孩确实听到并看到了对面发生的一切，恐怕连女佣杀人时说的话也像拍照一样印在脑中，一字不差。律师转头问女孩，案发时女佣共说了多少字？女孩不加思索，52个字。现场速记员做好准备，女孩开口复述。그냥 좋게 가시오. 이벌 좀 있으면 잘하지. 얼마나 더 살겠다고 이리 용을 쓰여. 당신 하나 죽으면 당신 새끼 내 새끼 다 삼게. 징하게 추접스럽네. 女孩一说完，速记员就表示不多不少，正好52个字。这下真相大白，是死者儿子为了遗产买凶杀人。铁证面前，女佣只能认罪，而死者儿子起身想跑，也被埋伏的警察逮捕。可惜男人因临场倒戈，再也不能当律师了。不过自闭症少女对他说， 좋은 사람입니다. 给了他莫大的肯定。毕竟天才自闭症少女从不说谎。